儿子在学校弄丢了5000块生活费，班主任直接在家长群里圈我，言辞激烈的指责我监管不力，影响班级。我看着手机上不断弹出的消息，其他家长的议论，还有老师那句请你给全班一个交代，我没回复。交代可以，我反手拨通了110。半小时后，警察出现在学校办公室，班主任脸都白了。你报警干什么？我笑了。5000块，金额够立案了，找不到就是盗窃。老师，你也不想自己班里出个贼吧？办公室的空气像是凝固的胶水，粘稠又压抑。日光灯惨白的光线照在王老师那张因错愕而扭曲的脸上，显得格外滑稽。他叫王艳，我儿子陈硕的班主任。他大概从未想过，一个在他眼里唯唯诺诺，连家长会都很少发言的单亲妈妈，会用报警这种方式给他所谓的交代。林婉同志，你这是干什么？王艳的声音拔高了8度，尖锐的像是指甲划过玻璃。为了一点小事，你把警察叫到学校来，你想过影响吗？他气急败坏地挥舞着手臂，手腕上的金镯子晃得刺眼。我没看他，目光落在旁边2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身上。为首的警察年纪稍长，神情严肃。他开口，声音沉稳：我们接到报警，说育才小学5年级3班有学生丢失了5000元现金，情况属实吗？王艳的脸瞬间从涨红变成煞白，她求助似的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慌乱的祈求。我回以一个平静的注视，没有半分动摇。是他在家长群里当着50多号人的面，用最不堪的言辞公开处刑我。是他用监管不力4个字，将所有责任推到我一个单亲妈妈的身上。现在他却想让我息事宁人。警察同志，是的。我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5000块是我儿子1个学期的生活费和杂费，今天上午带来的，午休后就发现不见了。我儿子叫陈硕，就在王老师班里。王艳的嘴唇哆嗦着，她抢在我前面说：警察同志，这就是个误会。孩子们之间的事情，可能就是哪个同学拿去开个玩笑，或者陈硕自己不小心弄丢了，犯不着搞这么大阵仗。他一边说，一边给我递眼色，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林婉，你看，要不我们先自己内部查一查，你这样会吓到孩子们的。我心里冷笑，吓到孩子？你在群里公开点名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吓到我儿子？王老师，我叫了他一声。第一，5000块对我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点小事。这是我加班加点1个月才能攒下的钱，是我儿子未来半年的口粮。第二，如果真是开玩笑，那把钱还回来就好。但如果不是开玩笑，那就是盗窃。校园安全无小事，我相信学校和老师都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里混进一个手脚不干净的贼吧。我特意加重了贼这个字的发音。王艳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一直没说话的年轻警察在本子上记录着，抬头问：王老师，既然事情发生在你的班级，你有什么线索吗？王艳被问得咿咿支支吾吾半天，憋出来一句：孩子们都在上课，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我就是觉得林婉同志太冲动了，应该先跟我沟通。他又把矛头指向我，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被牵连的受害者。年长的警察显然没什么耐心听他掰扯。既然这样，那就按流程办。他转向我说：林婉同志，我们需要先看一下学校的监控，然后可能需要找你儿子以及班里的一些同学了解情况。我没问题，全力配合。我答得干脆利落。那不行！王艳尖叫起来，不能查监控，更不能随便找学生谈话。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情绪激动。我们班下个月就要评选市级优秀班集体了，这个节骨眼上要是传出警察来班里查案，评选怎么办？学校的声誉怎么办？原来这才是他最在意的，不是丢失的钱，不是可能存在的校园盗窃，而是他自己的绩效，他的荣誉。我看着这个为了自己利益而上蹿下跳的女人，只觉得一阵恶心。年长的警察眉头皱了起来。老师，我们是在办案，不是在跟你商量，请你配合。他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王艳彻底蔫了，她靠在办公桌边，脸色灰败，眼神怨毒地剜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恨不得在我身上戳出几个血窟窿。办公室外，走廊里已经有其他老师在探头探脑，窃窃私语，那些目光混杂着好奇、同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背上。我挺直了脊梁，我清楚，从我按下110那一刻起，这场仗就只能赢，不能输。输了，我和儿子就会成为整个学校的笑话，被钉在小题大做和神经质的耻辱柱上。为了我儿子，更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硬到底。保安室里，一股陈旧的霉味混合着电子设备运行的热气，让人呼吸不畅。监控屏幕被分割成几十个小方格，跳动着校园里各个角落的无声画面。王艳黑着脸站在一边，活像一尊门神。保安配合着警察同志，将时间调回到今天上午。画面一帧一帧的过，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很快，我儿子陈硕的身影出现在了屏幕上。他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背着书包，手里捏着一个厚实的信封，那是给他的5000块钱。他一个人走在去教学楼的走廊上。警察同志指着屏幕：他是一个人。我点头：是的，我早上看他进的校门，
监控跟着陈硕的脚步，一直到他走上3楼，然后他在楼梯口的一个拐角处停了下来，那里恰好是2台监控摄像头的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视觉死角。陈硕在那个死角里待了大约1分钟，当他再次出现在画面里时，两手空空。我的心猛地一沉，王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叫嚷起来：“看到了吧，警察同志，看到了吧！”他的声音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快意。钱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或者根本就是他自己花了，然后撒谎。他转向我，眼神里满是鄙夷和嘲讽。林婉，我就说你儿子有问题，单亲家庭的孩子心里就是容易不健康、虚荣、爱撒谎。你看看现在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你怎么收场？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利刃，狠狠插进我的心脏。那一瞬间，愤怒的血气直冲头顶，我死死攥住拳头，指甲深陷进掌心，用疼痛来维持最后的理智。几乎是同一时间，我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是家长群，不用看也知道，王艳肯定在群里添油加醋的现场直播了。林婉，陈硕妈妈，监控我们都看了，是你儿子自己走到拐角，然后钱就没了。王老师说的没错吧？是不是孩子自己把钱花掉了，不敢跟家里说啊？现在的孩子虚荣心可强了，我们家孩子上次就吵着要买最新款的球鞋，1000多呢，5000块也不是不可能。林婉，你还是赶紧跟警察同志说清楚吧，别浪费公共资源了，也跟王老师和学校道个歉，这是闹的。屏幕上滚动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我的脸上。那些平时热络的分享育儿经、拼单下午茶的姐妹，此刻都变成了审判官。王艳看着我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嘴角的笑意愈发得意。林婉，听到了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赶紧撤案吧，别再丢人现眼了。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不能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儿子陈硕，他虽然内向，但从不撒谎，更不可能一个人花掉5000块钱。我相信他。我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盯着监控屏幕，不放过任何一个像素点。警察同志，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压抑而有些沙哑。我相信我儿子，钱绝不是他自己弄丢或花掉的，请您把监控范围再扩大一些，查看一下，在陈硕离开那个拐角之后，还有谁经过了那里？年长的警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动容，或许是他见多了反目成仇的亲人，反而被我这份固执的信任所触动。他点了点头，对保安说：“把教学楼3楼所有的监控画面都调出来，时间范围就从陈硕进入拐角开始，往后延续10分钟。”保安很快操作起来，大屏幕上的画面被切换，3楼走廊、楼梯口、各个班级门口的实时影像全部呈现出来。王艳不屑地撇了撇嘴，抱着手臂，一副等着看我笑话的模样。我的眼睛像雷达一样，在几十个小格子里飞速扫视，时间1分1秒的过去。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身影闯入了我的视线。在陈硕离开监控死角大约2分钟后，另一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孩从那个拐角里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他低着头，神色慌张，时不时地回头看，像是在躲避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像是怀里揣了什么东西。停！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那个定格的画面上。画面里的男孩瘦瘦小小，脸上带着一丝怯懦。这个人是谁？警察立刻问王艳。王艳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不确定地说：“好像是我们班的李明。”李明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闪过，我立刻在家长群的成员列表里找到了他，头像是一个模糊的风景照。警察同志，我指着屏幕上那个慌张的男孩，语气无比坚定：“我要你们查他。”回到家，玄关的灯光昏黄，陈硕坐在沙发上，小小的身体缩成一团，膝盖上放着一本翻开的漫画书，但他根本没在看。听到我开门的动静，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妈妈，他怯怯地叫了一声，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疼得厉害。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脱掉高跟鞋，将疲惫的身体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我没有立刻开口问他学校的事情，我只是伸出手，轻轻揉了揉他柔软的头发。饿不饿？妈妈给你做蛋炒饭吃，好不好？陈硕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摇了摇头，嘴唇抿得紧紧的，就是不说话。我知道他在害怕，害怕我的责备，害怕我不再相信他。办公室里王艳那些刻薄的话语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回响。单亲家庭的孩子心里就是容易不健康，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给我儿子贴上这样的标签。硕硕，我捧起他的脸，让他看着我的眼睛。告诉妈妈，你认识李明吗？听到李明2个字，陈硕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他的眼神开始躲闪，视线飘向别处，支支吾吾地说：“不熟，就是一个班的同学。”他在撒谎，我看得出来，那种心虚和闪躲是一个10岁孩子根本无法完美掩饰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隐瞒，那5000块钱和这个叫李明的男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忍住了追问的冲动，我知道此刻逼问他只会让他把心门关得更紧。好，不熟就不熟吧。我松开手，语气尽量轻松。妈妈就是随便问问，
你先看会儿电视，我去做饭。我起身走向厨房，身后是儿子愈发沉重的沉默。那沉默像一堵墙，横亘在我们母子之间。一边切着菜，我一边拿出手机，点开了家长群。群里关于丢钱的讨论已经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补习班的广告和拼单链接，仿佛下午那场风波从未发生过。我找到一个熟悉的头像，是张姐。张姐的儿子和我家陈硕关系不错，他为人热情，消息灵通，是个不折不扣的八卦王。我私聊他，张姐在吗？想跟你打听个人。张姐几乎是秒回。林婉啊，你可算说话了，下午可担心死我了。王老师也真是的，那么在群里说你太过分了。没事儿，都过去了。我应付了一句，直接切入正题。你认识5年3班的李明吗？他家是什么情况？李明？哦，那个孩子啊，挺可怜的。张姐发来一长串语音，我点开转成文字。听说他爸妈早就离异了，各自都组了新家庭，谁也不想要他。他一直跟着奶奶过，住在一个很破旧的老小区里。他奶奶身体也不好，就靠捡点废品和低保过日子。这孩子在班里不爱说话，挺孤僻的，成绩也一般。王老师一直不怎么待见他，嫌他拖班级后腿。家境贫寒，由奶奶抚养，性格孤僻，还不受老师待见。这些信息像一块块拼图，在我脑海里慢慢组合起来，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如果李明真的需要钱，而我儿子又恰好知道，炒饭的香味在厨房里弥漫开来，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端着2盘饭走出厨房，陈硕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呆呆地看着电视里无声的动画片。我把饭放到他面前的茶几上。硕硕，吃饭吧。他拿起勺子，机械地往嘴里扒拉着米饭，眼神空洞。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心疼得像是被刀割。硕硕，我再次开口，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你听妈妈说，钱丢了就丢了，妈妈可以再赚，但是你不能对妈妈撒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要告诉妈妈。天塌下来，妈妈给你扛着，妈妈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陈硕扒饭的动作停住了，他抬起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的从眼眶里滚落下来。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进我怀里。妈妈，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他瘦小的肩膀在我怀里剧烈的颤抖着，我的心又酸又软，所有的焦灼和怒火都在这一刻化为了心疼。我紧紧地抱着他，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我知道他快要告诉我真相了。第二天，我接到了学校的电话，不是王艳，是教导主任。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官方，客气中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压力。他让我去学校一趟，说校领导想就这件事和我沟通一下。我猜到了他们的目的。警察那边昨天已经找了李明谈话，结果不出所料，李明一口咬定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铁了心要隐瞒，警察也很难从他嘴里问出什么。于是学校这边开始坐不住了。我走进那间熟悉的，昨天还充满火药味的办公室，今天里面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坐在主位上，想必就是校领导了。王艳坐在他旁边，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神色，看到我进来，嘴角轻蔑地撇了一下。林婉同志，来坐。校领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态度和蔼，但我知道这和蔼背后藏着不容商量的指令。是这样的，他清了清嗓子，关于你儿子丢钱的事情，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警察同志也已经介入调查了，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顿了顿，观察着我的反应。那个叫李明的同学，我们也找他了解了情况，孩子吓得不轻，哭着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林婉同志啊，你看现在事情陷入了僵局，警察那边没证据，我们学校这边总不能凭空怀疑一个学生吧？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王艳在旁边帮腔，就是啊，林婉，你非要闹得这么大，现在好了吧？把李明那个孩子吓坏了，人家奶奶都找到学校来了，哭哭啼啼的说我们冤枉好人。我看啊，前8成就是你儿子自己不小心掉在哪了，或者记错了。校领导顺势接话，是啊，林婉同志，我们做教育的最看重的就是孩子的成长环境。现在班里因为这件事搞得人心惶惶，同学们都在议论，这对陈硕、对李明，甚至对所有孩子都不是一件好事。他身体前倾，语气变得语重心长。为了孩子，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这件事要不就到此为止吧。你这边呢，也主动去跟警察同志说一下，就说是个误会，把案子撤了。学校呢，也会在内部再强调一下纪律问题。你看这样处理好不好？一唱一和，软硬兼施。先是告诉我调查陷入僵局，再用李明奶奶来博取同情，暗示我无理取闹，最后抬出为了孩子这面万能的大旗，试图让我妥协，好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如果我还是昨天那个惊慌失措的母亲，或许真的会被他们这套说辞唬住。可惜我不是。我从包里
缓缓地拿出了我的手机。王老师，我看着王艳，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解。昨天在保安室，你当着警察的面说我儿子单亲家庭，心理不健康，还记得吗？王艳脸色一变。我没那么说，你别血口喷人。哦，我挑了挑眉。那你在办公室里跟其他老师议论李明同学，说他是拖班级后腿的穷鬼，看到他就晦气这些话，你总该承认吧？王艳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她惊恐地看着我，像是见了鬼。旁边的校领导也愣住了，显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出。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王艳还在嘴硬，我没再跟她废话，我只是轻轻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一段清晰的录音从手机听筒里流淌出来，回荡在死寂的办公室里。烦死了，又是那个李明，作业又没交，他奶奶就知道哭穷，有了时间不如去多捡几个瓶子。就是啊，王姐，你班里有这么个学生也真是倒霉，平均分都被他拉低了。谁说不是呢？整个一拖后腿的穷鬼，看到他就晦气，要不是他没爹没妈的不好退，我早让他转学了。录音里，王艳那尖酸刻薄的声音无比清晰，每一个字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他和校领导的脸上。王艳整个人都傻了，瘫坐在椅子上，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校领导的脸色从最初的错愕到震惊，再到铁青，最后变得一片漆黑，精彩纷呈。他猛地转头，用一种几乎要吃人的目光死死瞪着王艳。办公室里落针可闻，我关掉录音，将手机放回包里，整个过程平静的像是在欣赏一出与我无关的闹剧。我抬起眼，迎上校领导那复杂的目光，缓缓的一字一句的开口：领导，现在您还觉得王老师是一个值得信赖、可以公平处理这件事的好老师吗？您还觉得他对李明同学没有偏见吗？您还觉得这件事可以就这么算了吗？录音的冲击力远超我的想象，它像一颗重磅炸弹，将校方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炸得粉碎。校领导的脸色黑如锅底，看向王艳的眼神里已经没了半分温度，只剩下冰冷的愤怒和失望。王艳彻底慌了神，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办公室里那股令人窒息的压力瞬间转移到了他和校领导身上。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领导，我还是那个态度。我打破了沉默，声音冷硬。5000块钱必须找到，这件事必须查清楚。我儿子的人格不能被无端侮辱，校园里也绝不允许存在盗窃和被掩盖的肮脏。如果学校给不了我一个公正，那我就只能继续寻求警方的帮助，或者寻求其他途径的帮助。我的话里带着不加掩饰的威胁。其他途径指的是什么？我们都心知肚明，比如媒体，比如教育局。校领导是个聪明人，他立刻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他现在最怕的就是事情闹大，影响他自己的前途。相比之下，一个班主任的师德问题，一个可能存在的校园盗窃案，都必须为稳定让路。林婉同志，你先冷静一下。他的态度终于软化了，甚至带上了一丝安抚的意味。这件事，学校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王老师的问题，我们也会严肃处理。他转向呆若木鸡的王艳，语气严厉：王老师，你先停止反省，这件事你不用再管了。然后他又对我说：调看监控的事，学校会全力配合警方，我们会给你一个完整的权限，你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拿着教导主任亲手开的授权证明，再次走进了保安室。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拦着我，或者在我耳边说三道四。我一个人坐在监控屏幕前，将时间线拉得更长，将监控范围扩得更大。我不只要看3楼，我要看整个教学楼，从早上我儿子进校门到下午放学的所有录像。我要把所有与陈硕、与李明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找出来。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屏幕变得干涩酸痛，但我不敢眨眼，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我像一个猎人，在庞杂的影像丛林里耐心搜寻着猎物的蛛丝马迹。下午2点，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在一段通往操场后侧小树林的监控录像里，我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是李明。他被3个高年级的男生堵在了一个角落里。那3个男生我有些印象，也是5年级的，但不是我们班的。他们经常在一起，其中一个男生的父亲，我听张姐提过，好像是校董的朋友，在学校里一向横着走。监控画面有些远，听不到声音，但我能清晰地看到那3个男生围着李明，其中一个领头的正在对他推推搡搡。李明缩着脖子，一脸的惊恐和无助。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递给了那个领头的男生。那东西是一个信封，和我早上给陈硕的那个一模一样。领头的男生接过信封，掂了掂，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们又拍了拍李明的脸，似乎在警告他什么，然后才大摇大摆地离开。李明一个人靠在墙上，缓缓地蹲了下去，将头埋在膝盖里。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捏住，几乎要停止跳动。脑海中所有的碎片瞬间拼凑完整。这不是简单的丢失，更不是盗窃，
这是校园霸凌，是勒索。我儿子陈硕，他不是弄丢了钱，他是把钱给了被勒索的李明。他之所以不敢说，是害怕那几个霸凌者的报复。一股混杂着心疼、后怕和滔天怒火的情绪在我胸腔里轰然炸开。我的儿子，我那个善良又胆小的儿子，他竟然独自承受着这样的恐惧和秘密，而我，他的妈妈，却差一点就误会了他。我颤抖着手拿出手机，拨通了昨天那位年长警察的电话。警察同志，我的声音冰冷得像一块铁。我找到他们了，这不是盗窃案，这是勒索案，请你们立刻来学校。会议室里气氛剑拔弩张，空气里弥漫的不再是昨天那种单方面施压的压抑，而是一种即将爆发的火药味。3名霸凌者和他们的家长、校领导、教导主任，还有王艳悉数到场。警察在旁边坐着，冷静地记录。那3个男生站在各自父母的身后，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倨傲。他们的家长更是将嚣张2个字写在了脸上。特别是那个校董朋友，一个挺着啤酒肚、戴着大金链子的中年男人，他翘着2郎腿，用鼻孔看着我。我说是多大事呢？警察都叫来了。他开口，语气轻佻又傲慢。不就是孩子们之间开了个玩笑吗？至于上纲上线吗？我们家儿子零花钱都是1万1万的给，能看得上那5000块？说出去都笑死人。另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也尖声附和。就是我看啊，就是你们家孩子跟那个叫什么李明的合起伙来想讹钱吧，一个单亲，一个穷鬼，凑一块儿能有什么好事？他的话恶毒至极。王艳在一旁像个哈巴狗一样拼命点头，极力为这几个他得罪不起的太子爷开脱。对，刘太太说的有道理啊，警察同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们班的李明平时就有点手脚不干净，以前也丢过东西。他竟然开始公然污蔑李明，为了讨好权贵，他连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良知都不要了。我看着眼前这丑陋的一幕，气得浑身发抖。这就是所谓的上流社会，这就是所谓的有背景的家长，颠倒黑白，仗势欺人。他们根本没把霸凌当回事，更没把我这个普通家长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孩子是龙，别人的孩子就是可以随意踩踏的蝼蚁。开玩笑。我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声音冷得能掉下冰碴。把同学堵在角落里推搡，抢走他身上所有的钱，这叫开玩笑？你们家的玩笑可真特别。金链子男人呵地笑了一声，满脸不屑。小孩子嘛，打打闹闹很正常。我们小时候比这玩的还野呢。这位妈妈，你就是太玻璃心了。单亲家庭带孩子不容易，我们理解，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生活不如意，就看谁都不顺眼，逮着个事就想闹大吧。他直接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气血上涌。我什么我？他抖着腿，气焰嚣张。有时间在这跟我们掰扯，不如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儿子，别让他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学坏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事，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我让你在 A 市混不下去。赤裸裸的威胁。会议室里，校领导和教育主任低着头，假装看文件，屁都不敢放一个。王艳更是恨不得把自己缩进椅子里，假装自己不存在。警察皱着眉，敲了敲桌子。请注意你的言辞，我们是在调查案件。金链子男人这才收敛了一点，但看向我的眼神依旧充满了挑衅和蔑视。我孤身一人坐在这群豺狼虎豹中间，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身上刮来刮去，无助、愤怒、屈辱，各种情绪在我胸口翻腾，几乎要将我吞噬。我死死地掐着自己的手心，用疼痛来提醒自己不能倒下。我儿子还在等我，等我为他的善良和勇敢讨回一个公道。我抬起头，迎上那几个家长轻蔑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们可以说我玻璃心，可以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校园霸凌就是校园霸凌，勒索就是勒索。今天这件事，我跟你们没完。夜色浓重，窗外的城市灯火阑珊，家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昏黄的光线将我和陈硕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终于对我敞开了心扉，整个晚上他都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兽，依偎在我怀里，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个被他深藏的秘密，声音很小，带着哭腔，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原来那3个学生的霸凌行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王艳早就公开放话，谁要是敢在外面惹是生非，影响班级荣誉，他就让谁好看。而李明恰恰是王艳最不待见的那个麻烦。这次是因为李明的奶奶生病住院，急需一笔钱做手术。妈妈，他们打他，把他推在墙上，还说要让他奶奶在医院里待不下去。陈硕的身体在我怀里抖得厉害。李明一直在哭，他说他没有钱，求他们放过他奶奶。我看着他太可怜了，我想起了外婆生病的时候，你也是到处借钱，我让他去交那个保护费，我怕他们真的去找他奶奶的麻烦。妈妈，对不起，我知道那笔钱很重要，我不该自作主张的，我也不敢告诉你，我怕你骂我，也怕他们会来找我。说到最后，
他已经泣不成声。我抱着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无声的滑落。我的儿子，我那个在我面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儿子，我那个我以为内向又懦弱的儿子，他竟然用他小小的身躯去做了一件连很多成年人都不敢做的勇敢又善良的事情。他没有花掉1分钱，他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另一个更弱小的同伴。我的心里一半是刀割般的疼，一半是无法言说的骄傲。我心疼他独自承受的恐惧和委屈，我骄傲他骨子里那份纯粹的善良和正义感。我把他从我怀里拉起来，擦干他脸上的泪水。说说，看着妈妈。我捧着他的脸，目光坚定。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做了一件非常勇敢也非常正确的事，你比妈妈想象的要厉害100倍。善良没有错，保护同学更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欺负同学的坏人，是那些包庇坏人的大人。接下来就交给我。我亲了亲他的额头。妈妈向你保证，我会让那些坏人付出代价，我会为你，为李明讨回公道，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儿子是个英雄。陈硕看着我，布满泪痕的眼睛里慢慢亮起了光。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内心深处沉睡的猛兽被彻底唤醒了。之前我只是为了找回丢失的钱，为了自己不被冤枉而战，现在我有了最强大的战斗动机，我要为我儿子的善良和勇敢向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宣战。我改变了策略，那5000块钱已经不再是重点，我要撕开的是育才小学这张光鲜亮丽的皮囊下早已腐烂生疮的内里。我的矛头直指校园霸凌以及王艳的严重失职。第一步是寻找盟友，我需要人证。我拨通了李明奶奶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苍老而疲惫的老人。当我说明来意，告诉他李明在学校长期被勒索，而我儿子为了帮他才把钱给他时，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即传来了压抑的哭声。哪个天杀的，我苦命的孙子啊！老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告诉我，李明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什么委屈都自己憋着，怕他担心。他只知道孙子在学校不开心，却从不知道他竟然在遭受这样的折磨。林女士，谢谢你，谢谢你家孩子，我支持你，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配合，我们不能再让那些小畜生欺负人了。老人的话给了我第一份力量。挂了电话，我又找到了张姐，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包括陈硕的善良、李明的遭遇，以及那几个霸凌者家长的嚣张跋扈。张姐听完，气得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这帮畜生太不是东西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林婉，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孩子也被他们欺负过，就是那个姓刘的校董朋友的儿子，上次把我儿子堵在厕所里，抢了他1个星期的零花钱。我儿子回来吓得直哭，我当时也想找学校，可他爸拦着我说人家有背景，我们普通人惹不起，闹大了怕孩子在学校被报复，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不只是我们家，我知道的还有好几个孩子都被他们或多或少的欺负过，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张姐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想，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长期的被默许的集体沉默的暴力。张姐，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说，我需要你帮我联系那些曾经被欺负过的孩子的家长，我不需要他们现在就站出来，我只需要他们授权，允许我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孩子的遭遇作为证据提交上去。我替你保证，我会保护好所有人的隐私。好，没问题。张姐答应得异常爽快。这帮人太嚣张了，是该有人治治他们了。我这就去联系。1个下午的时间，我就集齐了5份来自不同家长的匿名证词，每一份证词背后都是一个孩子被欺凌的血泪史。晚上，我将所有的证据整理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第一部分是物证，包括那段至关重要的记录了勒索过程的监控视频，以及我那段揭露王艳真实嘴脸的录音。第二部分是人证，包括李明奶奶声泪俱下的控诉和那5份匿名的来自其他受害学生家长的证词。第三部分是事件陈述，我用最冷静、最客观的文字，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丢钱到报警，从查监控到发现霸凌，再到校方和稀泥霸凌者家长嚣张跋扈的全过程，详尽地记录了下来。我将所有的文件分门别类地存放在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看着屏幕上那份沉甸甸的材料，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万事俱备，这一次我不再是被动应战，我要主动出击。我没有再去找校领导，我清楚地知道，跟一群只会和稀泥、只在乎自己乌纱帽的人讲道理，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压下来。我要绕开他们，我要找到一把能斩断所有盘根错节关系的更锋利的刀。周一的清晨，我没有去公司，而是打开了电脑，登录了 A 市的市政服务网站。在网站的角落里，我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入口，市长信箱。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意见、建议和投诉。我点进去，找到了指向市教育局纪检部门的链接，就是这里。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写举报信。我没有用激烈的言辞，也没有添油加醋的渲染情绪，我只是用最平实、最冷静的叙述，将我整理好的那份事件陈述复制了上去。主题明确，直指要害。关于 A 市育才实验小学长期存在校园霸凌、教师失职失德、学校管理不作为等问题的实名举报，请求匿名处理。在信件的最后，我写道：相关证据包括监控视频、录音、多名受害者证词等，已全部整理完毕。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暂不通过网络上传。如调查组需要，我将随时当面提交。我是一名普通的母亲，我的诉求只有一个：清除校园里的毒瘤，还孩子们一个安全、公正的学习环境。恳请上级部门彻查。发件人，我留下了我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但在正文的开头和结尾，我都明确要求，在对外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中，隐去我儿子以及所有提供证词的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步，将一起本可以被定义为校内矛盾的事件，直接升级为捅到市级监管部门的区域教育问题，就像一场棋局。校方和那些霸凌者的家长以为他们已经把我将死，他们没想到我掀翻了整个棋盘。点击发送的那一刻，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紧张、焦虑，还有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绝。我不知道这封信会石沉大海，还是会掀起一场风暴，我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这是唯一能刺穿那张由权力、关系和冷漠编织而成的大网的最锐利的武器。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审判的降临。等待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煎熬。我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接送陈硕。表面上我波澜不惊，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里绷着一根多紧的弦。陈硕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紧张，变得格外乖巧懂事。学校里风平浪静，王艳没有再出现，听说她请了长假。那几个霸凌者也安分了许多，再也没有找过李明的麻烦。一切都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周四下午，我正在公司写一份项目报告，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打了进来，我的心猛地一跳。喂，您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你好，请问是林婉女士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严肃而公式化。我是市教育局纪检调查组的，关于您反映的育才小学相关问题，我们需要跟您当面核实一些情况。来了，终于来了。我挂掉电话，手心已经全是冷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第二天上午，我按照约定在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调查组的2位工作人员，我将存有所有证据的 U 盘交给了他们。他们很专业，只是就证据的细节和我核对，没有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言论。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1个小时。临走前，为首的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林女士，感谢你的信任和勇敢，请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所有孩子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真正的风暴是在调查组空降育才小学的那一刻才正式开始的。听说他们绕开了所有的校领导，直接进驻学校，约谈了所有相关的老师和学生。第一个崩溃的是王艳，她被从家里直接叫回学校，面对调查组的质询和那段无法抵赖的录音，她当场就哭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学校和那几个霸凌者的家长，说自己也是被逼无奈。接着是那几个霸凌者家庭，当他们接到学校的电话，得知是市教育局的调查组亲自下来查案时，彻底慌了神。那个之前在我面前嚣张跋扈的金链子男人，第一时间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再也没有了半分倨傲，声音甚至带着一丝谄媚和恐慌。林妹子，你看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说了些混账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孩子们也都认识到错误了，我们愿意赔偿2倍、3倍都行，只要你能跟调查组说一声，高抬贵手，这事儿就算了，行吗？我拿着电话，听着他语无伦次的求饶，只觉得无比讽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刘先生，我冷冷地开口，我之前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要。在会议室里，你们不是说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吗？怎么现在调查组来了就不正常了？电话那头一噎，现在我要的不是钱，是公道。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随后，另外2个霸凌者的家长也轮番打来电话，无一不是卑微求和，许诺重金私了。我一概拒绝，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场战争从我按下举报键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私了这个选项。我要的是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一个足以震慑所有心怀鬼胎之人的官方的、公开的审判。最终的调查结果在1个星期后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到了育才实验小学，并在学校内部的教职工大会和家长委员会上进行了通报。处理结果雷厉风行，毫不留情。3名主要的霸凌者
因长期存在欺凌同学、勒索钱财等恶劣行为，被处以记大过处分，处分记入个人档案。他们的家长被责令在全校大会上向所有受害学生及家长公开宣读道歉信，并赔偿李明家庭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和精神损失。班主任王艳因严重失职、师德败坏、发表不当言论、包庇纵容校园霸凌行为，被直接撤销班主任职务及所有评优资格，并调离教学岗位，进入后勤部门待岗处理。对他来说，这无异于职业生涯的死刑。校长及教导主任等校领导班子因对校园安全问题重视不足、管理失职，导致恶性事件发生，被全市通报批评，并取消本年度所有评优资格。整个育才小学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消息传出，家长群里瞬间炸开了锅，但这一次没有人再敢随意发表议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单亲妈妈林婉是一个不好惹的硬茬。通报结果出来的那个晚上，我登录了许久未曾发言的家长群，群里一片死寂。我找到那个红色的@符号，点开，输入全体成员，各位，关于我儿子丢钱的事，交代我已经给完了，发送。然后我关掉了手机，一切都结束了。群里依旧一片寂静，没有人敢回复。但很快，我的手机开始不断响起私聊的提示音。林婉，对不起，之前我在群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我给你道歉。陈硕妈妈，你太牛了，真是我们所有家长的榜样。对不起，我为我之前的无知和跟风感到羞愧。林婉，谢谢你，为了所有的孩子，是那些曾经非议过我、质疑过我的家长，我一条都没有回复。我不需要他们的道歉，更不需要他们的吹捧，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夜色，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那口憋在心里半个多月的浊气，胸口那块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大石头，终于被彻底搬开。释然，前所未有的释然，我赢了，不是靠哭闹，不是靠撒泼，而是靠逻辑、智慧和孤注一掷的勇气。我为儿子，也为自己，赢回了尊严和公道。风波过后，校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新的班主任是一位温和而负责的年轻老师，他很欣赏陈硕，时常在课堂上表扬他的善良和正直。陈硕变了，他不再是那个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人眼睛的小男孩，他的脊梁挺直了，眼神里有了光，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下课的时候，会有同学主动找他聊天，约他一起打球。他成了班里很多同学心中的小英雄，他们佩服他的勇敢，更羡慕他有一个硬核的妈妈。李明在奶奶病情稳定后，被他外地的叔叔接走了，转去了新的学校。离开 A 市前，他特意让奶奶带着他来我们家道谢。两个男孩站在门口，有些害羞，又有些不舍。谢谢你，以后我也要变得像你一样勇敢。李明对陈硕说，你也是我的英雄。陈硕拍了拍他的肩膀，像个小大人一样说。我看着他们，眼眶有些湿润。我拉着陈硕的手，对他说，硕硕，你要记住，善良是一种选择，但它需要锋芒来保护；正义是一种品质，但它需要智慧去伸张。妈妈希望你永远心怀善良，但也希望你永远有不被欺负的底气。陈硕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但那坚定的眼神告诉我，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周末，张姐组织了一次家长聚会，特意邀请了我，还是那些熟悉的家长，但这一次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意和一丝愧疚。席间，大家不再讨论补习班和下午茶，他们围着我，向我请教如何处理孩子遇到的问题，如何与学校沟通。我不再是那个游离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我用我的行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那5000块钱最终以霸凌者家长赔偿的形式回到了我的手上，我把钱重新存进了银行卡，但它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它不再只是一笔生活费，它是我为儿子赢回公道的一枚勋章。它换来了我儿子的成长与蜕变，换来了校园风气的清明，换来了更多孩子的安宁，更换来了我作为一个母亲内心真正的平静与满足。我看着身边正和同学们嬉笑打闹的儿子，阳光洒在他充满朝气的脸上，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